我现在要揭发绿营网军，我想告诉所有台湾的纳税人，你们在花你们的那些军购预算，都拿来买这些侧翼，然后来骗你们自己，然后给自己制造恐惧啊！同胞们，擦亮眼睛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我在澳大利亚被绿营的侧翼指控为是中国共产党的间谍了。你们抓间谍的文化已经跑到我们澳大利亚来了。指控我的是李老师，不是倪老师和多伦多方脸。洗币的那个吗？币圈钱那个？对的。然后今天上午我刚刚给澳大利亚国家安全局写完过举报信，因为李颖指控我把我的信息都给了中国共产党。我现在是中国共产党在澳大利亚的一个间谍。然后呢，并且说我把所有的我自己笔记本里边的资料以及我手机里边的资料全部交给了中国国家安全局，而且这个指控已经持续了1年了，我1年都没有回应，但是他们不断的在逼迫我。王立强案件是台湾的政府竞选澳布文化，撕裂澳大利亚华裔社区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然后现在你们台湾抓间谍的文化也开始撕裂到我们澳大利亚的华裔社区的团结了。我想说的是，绿营所有的手法，如果你们敢用海外的网军去攻击撕裂海外的华裔社群，然后来实现自己的战略利益的话，那么这件事情是违反了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你是在澳大利亚的土地上执行他国政府的意图，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允许的，而且这件事情是刑事重罪。那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因为我觉得大家突然听到这个的时候会有一点黑人问号。就是民进党这边，就是说民进党其实跟香港一直是有合作的，然后香港原来有一个叫做华人民主书院，它的创办人是王丹，然后呢他是美国 NED 然后来支持的在香港做的这个组织，后来因为香港的国安法，所以就迁到台湾来，就是华人民主基金会。其实上一次王志安的那个事件，因为这一次就是有人来围攻王志安嘛，然后同时也在抓陆配，比如说上官乱，然后像是这些情况的时候，然后所以说我就看不惯了，然后他们我为上官乱说了一句话，然后李颖和多伦多方脸就指控我是澳大利亚间谍了。然后其实如果你去看中国的就是很多的这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以及比如说香港澳门的这个 DQ 的这个案子，就是他们的议员资格被否决的案子，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跟所谓的华人民主书院然后有联系的，因为它背后执行的是美国的国家，就是美国 NED 的那个利益。然后呢，在2025年的2月，在你们台湾有举行了一个 ResCon， 然后那个 ResCon 其实当时就有多伦多方脸和李颖都参加了，就李老师不是倪老师，然后他们其实就接触了华人民主书院。然后你可以看得到，在2025年的在64的时候，然后华人民主书院举办的那个64晚会的时候，其实李老师不是倪老师其实就已经祝词了。其实整个这一年2025年之后，基本上李老师就已经被绿营收编了，现在是绿营的这个海外侧翼。我说话都是负责任的，我指控这些东西都是负责任的。然后所以说其实现在就是这一年，其实整个就是把海外反贼原来是巴炯在负责，然后现在其实就是说这个他们就已经成功的基本上把海外年轻的这一批所谓的白纸的这一代基本上就已经完全收编到整个这个绿营的侧翼当中了。然后对，如果真的咱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间谍，这些事情1年之前早就应该发现了。我是非常强调客观事实的，我并不是为绿营卖命，而是我是为我自己的中国人身份认同卖命。就是我的所有的政治观点意识形态变过好几次，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没有收过绿营的1分钱，我是在凭着我的良心跟这些人做事喜欢，而不是为了某种价值。大陆民主人士自称台湾一般呢就是64之后出去的，或者异议人士，然后呢还有一些网络意见领袖，它是很广啊。比如说有个自称在意大利讲军事的，这个也还有一个在什么马克的什么讲天文太空了，后来去讲军武，讲的就是乌克兰好棒棒的，那个都破功了。那个后来因为呢这个自由亚洲电台就美国人支持的这个自由亚洲电台关门之后，这些人通通少了很多资源你就大陆出去对老共持反对意见的，一般在网络上以大陆的角度来说就是所谓的反贼啦。然后呢法轮功呢就是一般被称为轮子再来台独就台独嘛，港独就港独嘛。而为什么把江藏内蒙满这些给隔出来？因为这个不是汉人系统的，
这边主要是汉人系统为主就是所谓的以汉人文化为中心的。然后呢，这个是属于其他，但他们也跟中国有关系嘛，也是中华民族的一环嘛。但是他们是主要是想中华民族分裂出去。这里面就看你看几派势力，1、2、3、4、5、6、7、8有8派，其实还不止啊，可以无限细分啊，还有很多啦那有谁来统合呢？其实就是由民进党来统合。所以民进党就搞了很多各种基金会的名义啊，各种大会的名义啊，各种这种名义就结合在一起。从蔡英文时代到赖清德时代，他们长期在做海外的反共力量的整合跟主导。刚好川普又把 USAID 给做了，那现在呢，一枝独秀的力量现在就是在民进党的这个身上，毕竟政府是真的有钱。你们所有看到的，只要是民进党的媒体，然后他给你们宣传的大陆的这些情况，都是经过要比中国共产党审核严格10倍。就是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是不允许提中华民国4个字的，因为中华民国在绿营那边是非法政权，明白吗？我不允许提中华民国这4个字。法律白话文就有邀请在海外的一个叫做世界苦茶李厚辰的博主，介绍中国的教育的这种高压，以及如何他侵入台湾之后才会把教育移植过来，完全是彻头彻尾的谣言。因为我是一线帮助那些自杀的孩子的父母的那些人的，所以说我是知道它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的。然后大家如果知道的话，法律白话文是拿了很多标案的，所以你们的纳税人一定要查清事实啊！有人说我今天特别激动，神经不好，我必须得说，我就是发疯了，因为我憋了1年了，我被霸凌了整整1年了。你想想，就像柯文哲坐那个牢，我是嘴缝了整整1年，他们居然从匿名到实名，我所有当时的朋友全断了，然后从匿名到实名，然后结果到最后指控我实名指控我中国共产党间谍。我在社区我是澳大利亚绿党成员，我是要忠于澳大利亚的，你这么指控，你让我在澳大利亚活不活呀？就像那个高虹安有一个助理，是不是？但是贪了几百块钱，是不是？然后到最后就他妈判了好几个月，对不对？就有这种玩法的吗？你们这些白纸的，原来大家都还和和气气的，现在你们学的他妈的越来越赖清德，越来越民进党，越来越像共产党，忍无可忍。这次大罢免的观察团，以及当时2024年的那个法轮功的观选团，其实都是一批人组织的，他们有很严格的政审的。这个组织是一个老牌的反华组织，整个这个部分是一个长期多年经营下来的一个巨大的利益链条，这些背后都是在我眼里都是白花花你们纳税人的银子。而且就是为什么王志安会被 kick out， 我今天其实已经警示了我们那个悉尼奶爸了，我告诉他说，不要看台湾政府给你恢复那个签证了，你千万不要用那个签证回到台湾，因为如果你要用那个签证回到台湾，你就是接受了台湾人的利益输送了，你就有可能不代表澳大利亚人的利益了，因为那个恢复签证的理由是你对台湾有贡献，这个对台湾有贡献，如果你的行为是撕裂中国，就是撕裂澳大利亚本土的，就是团结的话，那你是不可以使用这个签证的，否则国安局就可能过来调查你。就是说基本上你比如说像是这些观选团，这些海外的所谓的中国人，绿营都想把他收编成网军，让他只有一个思想，一个声音，一个领袖，就是清德宗，然后到最后骗你们这些人。你刚才提到的悉尼奶爸这个人以前是法轮功的吗？他以前曾经参加过中共的统战活动，一带一路的活动，他自己在澳大利亚竞选过议员，然后呢他前段时间接触过法轮功，不算是真正的有很明显的意识形态，就是说被某个人控制的。但是这个就是绿营，他就比较擅长收编网军，绿营的网军在全球都是独步天下的，这个大家一定要认清形势。你们的竞选奥部和这个网军系统真的是华人之光啊，就是真的要比中宣部我觉得强大不知道多少倍。那我疑惑是说，悉尼奶爸为什么会从参加中国统战部活动的人变成一个被人家认定是标准意义上的反贼，或者甚至是轮媒之类的？他一不小心站错队了，就是当时的观选团，他其实是邀请的主要的是法轮功的，然后旁边是有几个人，比如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五岳散人，但是五岳散人发现他们制了那个图之后，然后他就没有参加。但是悉尼奶爸
他就参加了，而且尤锡坤当时的立法院院长还邀请他们去吃饭了。所以说，绿营收买人士不一定是靠钱，有些时候靠你可能出席过某个场合，或者说是你能够建立某种关系，然后他逐渐的从你的反贼的身份认同开始入手，就像他们自己做台湾的这个台湾人的身份认同，然后开始入手，然后慢慢就是让他侵蚀你，就是沈伯洋的认知作战嘛。那他们真的是认知作战大师，大家听沈伯洋讲话一定要讲，沈伯洋其实没有在讲大陆怎么做，他就在讲他们自己怎么做。因为我是见过沈伯洋的，我也是跟沈伯洋聊过的，在台湾。沈伯洋是怎么做的？我跟沈伯洋当时是我想跟他聊一下，因为大陆其实他的跨性别以及性少数以及性平教育是差很多的。我觉得台湾的性平教育很好，我想他建议我做一个 AI， 然后把这个性平教育的这个 idea， 然后能够把这个原则，然后能够给大陆的孩子们使用。台湾在政治暴力、精神创伤上，包括性平教育，只要不政治化，做的都是全球领先的。这个真的做的是特别好。但是民进党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拿来政治化做操作跟斗争啊！你看民进党这LGBT 团体全部都是拿来做政治操作。大罢免的时候我很失望，就是他们的政治暴力创伤小组居然只做青鸟的政治暴力创伤，好像你们这些蓝营的人就没有政治暴力创伤，政治暴力创伤只能来自于国民党，不能来自于民进党。我当时看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好笑，我就觉得说这不就是当年苏联的李森科的那个科学吗？文昭绝对是因为我自己做，他是属于哪个系统的？伦吗？他是法轮功系的。现在手底下原来那几个写手就是在跟我一起做节目，刘所龙、于超、肖明，他原来手底下那些会员节目的写手就在我们底下做节目。我其实去年去台湾找过你们的受害人的，那个就叫做神韵舞团虐童案，没有一个台湾的受害者叫张俊阁。你看你们都不知道，对不对？哎呦，连我都不知道，你就知道啊。在我们反民进党纯粹是出于我们自己台湾人自身利益的逻辑上来讲，民进党不断对我们泼洪水、泼脏水，说我们是中共大外宣拿红钱统战的钱，那包括像周明轩啊、馆长啊，人人都受害。大家去大陆都是很正常的民间交流、商贸交流，那他就说你这个是你跟中共有深度来往拿红水，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距离你刚才讲那个圈子反而是民进党的网红，像八炯这类人士，他们跟他们交往很深啊，我们反而不懂，因为我们纯粹就是反民进党。因为民进党在台湾已经搞得民不聊生、暴行逆施，所以我们纯反民进党，但他们抹红我们。但好笑的地方是，其实王志安本身也很好笑，王志安是讥讽民进党，但他其实也讥讽大陆，结果他被民进党用民主铁拳打了5年，不能进来台湾。因为我也是这个样子，整个他们在海外。民进党的策略就是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必须要每个人，就是他会去控制所有人的口径，然后保证他是符合我们跟民进党的叙事是一样的。比如说神韵虐童事件，只有范琪飞报道过，你们的 NCC 绝对在盯着所有的机构，只要谁敢报道，估计可能就是这种言论审查基本上是要比中共还要严格的。就是在我眼里就感觉因为我看过你们那个 NCC 审照，包括你们自己那个主委提名的那个整个的那个过程，所以说现在民进党他在发展他海外的网军的时候，清德宗他自己要扩张权力的时候，他就会影响到这些海外的社群。那么其实我当时就是政治庇护里边的性侵犯、对于儿少的虐待，以及法轮功的那个儿少的那个虐待，我是直接在群里说的。纽时报道过神韵虐童跟操控的事情，他们所有报道的人，以及所有的这些法轮功学生，以及包括我，因为我帮这2个学生找的那个民事的律师，全部都被打成了中共同路人。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然后法轮功在台湾专门请了万国律师事务所控告张俊阁，说他侵犯名誉权，然后被判败诉。大家知道万国律师事务所是谁的律师事务所吗？合伙人是顾立雄。哦，对，顾立雄是台湾万国出来的，哇操，那太扯了。哦，这个就是张俊阁就对了，
这位女士。然后张俊阁的，对，就他，然后他被遭到了报复性诉讼，报复性诉讼的来源就是来代理律师，就是万国律师事务所，万国律师事务所很贵的，他们现在也在用这种方式打击王志安，所以其实民进党的手法在内在外都是一样的。你们这些台湾的同胞们，不要再像绿营一样做青蛙了，往外看一看吧。民进党已经把全球华人都打下来了，全球华人都在受你们的奥布文化和大外宣，全球华人都因为这事儿自己都没法自己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呐。柯文哲为什么被关那么久？黄吕锦如为什么被关那么久？赖以任为什么会被起诉？这不都是一个道理吗？就你会发现说他越来越疯狂。原来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还可能说你比如说台湾的民主还有什么什么样的问题，现在就是忠诚不绝对等于绝对不忠诚。官选以及对于台湾的民主的描述，就是中国文化战线，就文化战线叫做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文化战线当中的一个重要战线领域，那是喉舌。喉舌传递出来的信息就必须要是经过严格筛选的，而关于台湾的选举不允许有杂音出现。而王志安他的传播太讲真话了，而且能够渗入到台湾，但是呢，因为你们台湾自己内部这一年要拿中配猎巫，所以那个跟法律白话文的世界苦茶李厚辰就要把上官乱指责成为叫做大外宣，明白吧？中共的侧翼，明白吧？就是这个事情完全谁是侧翼，本来就是赖清德宗定的嘛。清德宗眨眨眼，底下人就得死一片。2024年台湾大选全球华文自媒体观选团。坐在最中间的，据说是这一次出钱的是谁呢？就是曹兴诚，旁边就是游锡堃，有没有看到？然后这里呢，协办单位华人民主书院协会，这就搭配上刚才木舟所讲的。然后这件事情是登载在我们的立法院公报上面的，院长就是游锡堃，当时当院长的时候，民进党就是靠这样收编的啦。你们蓝营太有底线了，太相信中华民国宪法了。我明确的讲，跟他们斗就必须把中华民国宪法当成一场灾难。阿炯是怎么跟这群人接上的？阿炯其实说实话，他真的什么中国的东西就屁，他掌握什么资料，我可以明确的跟你讲，我们大陆的人都在看笑话的，你明白吗？但是他是专门负责这件事情的，包括阿炯是出席过一个在美国华盛顿的一个什么民主中国未来研讨会，然后他自己有一次不是上节目说我参加美国国会组织的吗？啊，那不是，那其实是在美国国会租个会议厅组织的。所以说他其实是民进党很重要的一枚棋子。阿炯，你比如说他被好多人坑了好多次，比如说他典型的就是那个满洲国总理梅凤杰，那是一个特别草庵居士，那是一个特别大的在民运圈历史悠久的一个骗子，然后他居然还能被他骗掉了，然后到最后他自己还得反过来，然后来出来道歉，难怪整天被骗。阿炯程度很糟就是说白了，你效忠赖清德，你效忠一个人，你的智商是会迅速下跌的。你去看看这次七常委的学历，你就能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只要你讲忠诚，你就不要跟我谈智商，你也不用看他的水平，最重要的还是看宣传。赖清德实际上就是全球反华华人幻梦当中竞选成功的一个总统。反华这个是有巨大的利益的，这帮人一边骗美国说台湾有能力去消耗中国，一边骗台湾人说美国会来救台湾，但是中间它就有很多的利益汇集了。王志安他说的是中华民族如果交给这帮人，那中华民族是没救了。因为怎么说呢，这些反华华人说到底他不是说奉清德宗为帝的，他实际上真正的灯塔还是美国嘛。东京的华人都知道有一个圣地是什么地方呢？池袋西口。池袋西口是什么地方？那个地方有个像算是中国城一样的地方，就是一大堆中国餐馆饭店呢，或者是物产店在那边开。如果你去那儿就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些什么大纪元的，它是真的有大纪元的报纸在那儿刊行的。所以说实际上日本在这个系统当中呢，我估计也是产生了很大的作用的，要不然王志安为什么在日本他还受到威胁呢？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今天
天西方霸权会堕落成这个样子，大陆基本上来讲会不断的往自己设定的目标继续往前进，就算他做的不好，他还以就事论事。中国还有很多事情要更改，要缺点要修正，可是他们只会看见问题解决问题，然后把人跟人之间的矛盾的问题降到最低就对了。可是问题是西方这个东西不是，他们是为了利益，然后可能有利益的时候来讲是一堆人抱团去斗另外一批比他们弱势的人，甚至帮外国势力去斗。我比较感叹的是，海外反共反到最后都变反华反自己。其实我最核心的理念就是希望把台湾导回走向正道。那台湾正道里面做重点就是两岸要多交流。从一个读历史大事的人来讲是看得清楚，胸怀民主的人来讲，两岸的交流才是我整个节目的一个核心嘛。今天既然有提到，我们就会把它拿出来聊一聊，但是确实不是我平常的主轴，我也还是必须跟大家报告一下。